中共四中全会之前，中南海各路人马战队卡位风声大作，废太子胡春华夺嫡气势似乎压过丁薛祥、陈吉宁等人。这不，他在官场的出镜率显得非常亮眼。今天，胡春华作为中方代表到越南驻京使馆吊唁越南前国家主席陈德良逝世。这种政治殊荣是元老们对他的偏爱吗？看来四中全会这场决定中国政治未来走向的大戏正在逐渐走向高潮。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我是王潇。胡春华去越南驻京使馆吊唁外国去世的前国家主席，这似乎相当奇怪，超出了胡春华的职责范围。旅澳学者李元华认为，胡春华是团派的选定的继承人了，在习时代受打压了，受排挤了，一直是委曲求全。现在他连政治局委员都没进去，以政协副主席去吊唁，这本身就很奇怪，显然是要付出一个前奏了。这个更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习现在真正的失权了，起码团派的人现在是在抬头。这是非常明显的，不然怎么也轮不到他。如果找一个国家副主席啊，或者找一个什么的人，这个都是对等的，因为政协根本就不应该去做这些事儿，而且是一个政协副主席。虽然眼下外界看好的中南海夺嫡人选胡春华呼声很高，但还有人猜测汪洋是不是也可以接任总书记，甚至有人推测也可能冒出一匹不知是谁的黑马。习近平的权力真的要塌方了吗？5月24号，拥有73500粉丝的 X 平台账号昆仑发文说，2035年之前，中国政治三大特征，任何测度习近平失势的意向，都反映了对中国政治盲人瞎马式的可悲认知。他说，习近平如果失权，会在政治层面有标志性显现，现在没有任何显现。海外中文论坛品聪有人在5月22号发文说，独裁者是不会主动下台的，以现在的医疗条件，习近平还要任5届左右才过世。从他废除所谓的接班人胡春华、孙政才等操作看，他也不可能延续那种接班人制度。海外对于胡春华是否可以接任总书记或总理之类的争论很多。例如，中共海军出身的姚成就不大看好胡春华，他在5月24号的贴文中认为，胡春华没戏，在内蒙、西藏、广东任职期间，出手都是非常狠。再则，总理应该由经济专家担任，他是学中文的，是个官僚，为何没被包子搞死？证明他这人还很滑头。总理最佳人选应该是陈吉宁。汪洋为人谦虚，政治上也比较开明，应该是总书记的最佳人选。台湾学者洪耀南也不大看好胡春华。他5月10号发表在 New Talk 上的文章说，近日大陆官媒罕见高调吹捧共青团，前团派代表胡春华也密集现身于各大场合，引发舆论哗然。海外盛传解读，是否有党内大佬出手，准备扶胡春华重出江湖，取代习近平？他认为这种说法听来惊悚，实则可笑。当今中共早已全面定于一尊，习近平独揽媒体、政法、军权，打造出一个权力铁桶般的闭环。胡春华若真想回春，除非出现内部大变，甚至如朴正熙式的近身暗害模式，否则毫无可能。集权体制下的政变改变既难以启动，更极易反噬，一旦失败，必是灭门的下场。海外网络大 V 张天亮大概也持有相似的观点。旅美文化学者吴作来5月5号在 X 平台发文称，他用 Grok 整理了2025年以来胡春华的重要活动，向4月底胡春华赴安徽调研，其旧部费高云随后被提拔为合肥市委书记，
这被一些分析人士解读为胡春华政治影响力在地方的延续，还有5月初胡春华赴非洲3国落实习近平此前达成的协议。部分评论认为，这是胡春华在外交领域承担重要任务，传递他仍被高层委以重任的信号。党媒《人民日报》5月1号头版高频提及共青团，被解读为团派背景的胡春华可能获得政治助力。吴作来认为，即使胡春华在2025年保持了政治活跃度，但政协副主席的职位局限了他，其活动更多是职责范围内的事，难说全面重用。一句话，尽管胡锦涛促元老力挺胡春华，习近平也被分权，海外关于他接班或团派回归的传闻也引发关注，但缺乏可靠证据，更多反映了外界对中共内斗的揣测。不过李元华认为，如果真是团派掌握局势，胡春华接习近平的班还真有戏，不是胡春华有多大能力，而是听话，是他们可以操纵的。再有，团派自认为路线正确，胡春华上来才是可能的。中共元老要找一个能执行自己意志的人，你找一个像汪洋这样的人，未必能按他们的意思走。共产党就是各种各样的你争我夺，其实就是权力瓜分。中南海权力博弈过程中，是不是会出现黑马呢？英媒 BBC 中文4月17号报道，北京4月16号宣布任命李成钢为新的贸易谈判代表，接替王受文，并兼任商务部副部长。这一职位在中美贸易摩擦加剧背景下，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在中美贸易战愈演愈烈之际，北京突然宣布更换贸易谈判代表，外界专家解读，此举可能意味着中方希望以新面孔打破中美谈判僵局。李成钢确实在中美日内瓦达成暂时休战协议后的中方新闻发布会上秀了一把存在感。网络反共博主大包王朝5月18号发文，李成钢具有胡锦涛、温家宝、吴仪的背景，本来只是一个正部级，在权力斗争中无法发挥决定性作用，但在关税战、贸易战的背景下，李成钢的派系背景就有点风向标的含义了。他认为中共党内斗争再残酷，再你存我亡，他们也是一个党，而中美这场关税战是自由世界和独裁国家之间的较量。所以夏宝龙才说，美国不是要我们的税，而是要我们的命。也就是说，川普要的是共产党的命，一切共产主义政权都应该被消灭，一切支持共产主义的人都应该受到惩罚。这个意思共产党可能接收到了，他们感到快被收拾了。大包王朝说，李成钢的前任王受文明显被收拾了。王受文是哪个派系的？十有八九是习近平的人。2010年11月，43岁的李成钢任中共商务部条约法律司司长。这时候，副司长周小燕是吴仪的干将马秀红的大秘。当年中共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欺骗美国人，就是胡锦涛的马仔吴仪干的。现在吴仪的马仔李成钢又上来了，当正部级贸易谈判代表。北京是不是还想继续骗华盛顿呢？这话外之音，只有大家自己去品味了。好戏似乎还是胡春华与习近平的对垒。2025年4月8号到17号，胡春华率团访问尼日利亚、科特迪瓦、塞内加尔，名义上是推进落实习近平同3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等，其实大有跟习近平访问东南亚3国针锋相对的架势。胡春华摆出这个架势，是无意的呢？是偶然碰巧呢？还是故意这样做，背后有人撑腰呢？胡春华这次在越南驻京使馆亮相，又在释放什么信号呢？请留言告诉我们。
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感谢你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